万万没想到，新科冠军 KSG 竟然会挑杯一轮游。TDG 今天的发挥非常不错，尤其是射手小雪最后一局戈亚，更是被无数人打出了10.0的评分。网友调侃，队友打完看了一眼小雪的座位，发现只剩下一滩水，因为蓝尽了。接下来大家一起跟随小乐的解说，让我们来看看小雪的这把戈亚是如何1带4的。全军出击。TDG 前期的角色并没有做好，上路射手对线1打2，TDG 觉得野区有机会，橘右京便直接反蓝，但是被对面的大士兵操作了，橘子送出了1血。紧接着老夫子因为贪兵线也被 KSG 留住，再送一个，开局0跟2，这个就是戈亚面临的困境。戈亚这里卡了极限距离，骗了原射2发强普，1v1单挑的话戈亚不虚的，但对方猫咪在那合离，他随时都可以传送，戈亚不敢清线，没办法，那红隼就只能放了，而且还被卡了兵线，只能拿赤甲来止损。请求集合，收到。时间来到3分20秒，稍微讲一下两个射手的出装。戈亚第一件出的是末世，而原射出的是电刀。如果只论单挑能力，末世一定是强于电刀的。电刀的优势在于加速发育，被动的电弧效果可以快速清兵，但论伤害，它没有末世高，何况末世还有续航。而此时对方中原府全路视野，小雪知道机会来了。1技能强普往前冲，原射2技能拉扯，但戈亚马上接大招，3发强普快速打完，最后接个2，拿下原射人头。这波就是很明显的对位，小雪对伤害的理解会更高。还没喘息过来呢，老夫子又阵亡了，被大士兵和猫咪抓死，老头大招闪现都没活下来，打来打去整体还是亏。4分钟暴君刷新，戈亚知道两边打野都要拿 buff， 那戈亚就单独摸龙。两边射手理解完全不一样，原射还在塔下卡兵呢，人家戈亚已经把龙秒到半血了。这个就是发一路出优势的好处，一边开龙还一边卡原射位置，细节做得太好了。橘子一来交个惩戒就行，这条龙 KSG 都没反应过来，快手打得很生气，马上发动团战，但细节没处理好，大士兵刚交1-2，张飞把人喷走，大士兵伤害没有打满，连苏烈的被动都没打出来，戈亚1技能补刀，还把赤甲拿回来了。正面战场，大士兵把橘子打退了，戈亚四面阻割，有阵亡的风险。但是来看小雪的操作，不进反退，先点前排，见对方要拆塔，马上丢大招，1技能强普输出，射手给张飞挡伤害，难得一见啊！但张飞还是阵亡了，又是戈亚，成功给队友拖底。5分钟后的红 buff 全部交给戈亚接管 ，TDG 思路很明确，每一次 buff 刷新的时候，苏烈牢牢守住河道中右，戈亚的红必须保下来，不可能让 KSG 反的。而小雪也没有让队友失望，拿了红就开始游龙了，苏烈尝试也开到大师命，戈亚拿下人头。下一个红 buff 刷新，苏烈继续保 buff， 但自己被打成残血。KSG 发现你前排掉血后，马上就进攻中路1塔，看戈亚操作，本来要给苏烈点灯的，发现张飞要喷大了，戈亚马上调整走位，这点对比橘子就能看出反应区别。规避大招后，戈亚侧面绕后，伤害拉满了，继续走位，不给大师命大招回血的机会，最后极限收割，偏落惊鸿，晚落游龙，他真的躲了好多伤害啊！小雪这临场反应确实快，这应该是从春季赛开始以来我见过最 C 的一把戈亚了。黑豹团战打得也很稳，还是各种躲技能，猫咪的雷，张飞的大，对方3板斧打完要冲锋了，戈亚再输出，团战结果0换3 ，KSG 没机会了，他们根本摸不到这个射手。进攻，请求集合，收到。下一波 KSG 知道要想打赢 TDG 就一定不能让戈亚拿红，这波是铁了心要反的。然而苏烈的一套连控非常细，直接秒了大师命，张飞都没能交出大招来拆火。紧接着戈亚又是一个小走位，躲了张飞大招，继续输出。但可以发现戈亚哪怕是6神装，打前排还是有点难受，这也是戈亚最明显的短板。他如果没有红 buff， 战力得减少一半。决胜团 KSG 还是老战术，控死戈亚的红 buff， 但关键时刻苏烈闪现进场，配合大招和兵甲开到了原射，戈亚2技能没有过强，小失误，然后又是经典的侧翼绕后，画面太绝了。KSG 仿佛被关进了笼子，进不去出不来，最后被 TDG 活活打死。经此一战 ，KSG 喜提32强。我发现医生拿到的剧本竟然和当年的范范高度相似，这就是挑杯吗？太刺激了吧！好了，小伙伴们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